在当下1:12或者说6寸原创可动绕这个品类中啊，有关于昆虫元素的特摄风格是最炙手可热，深受玩家们欢迎。近2年也能看到基于这种设计诞生了很多热门款啊，大家喜爱的造型。乐子是小青蛙大，各位老铁大家好，今天依旧是带来新品的摩尔法器，可以说这是我近期很关注的 Roman Kid 推出的蛹系列鬼蚁。能够感受到这次的包装还是比较下功夫的啊。外层的话2层牛皮纸，内包外层也有雪梨纸，本体包装盒呢2层的结构，外表呢是一个封套。风格上呢比较现代简约，这种黑白搭配网格状，有点像丝网印刷那种效果的这个鬼蚁的造型。包装是我比较喜欢那种调调。3层的吸塑，这是给了一个小收纳袋还是什么东西啊？一会儿看。这个地台上还有小心不要弄丢鬼蚁的。主体部分拿出来先说第一感觉，也是我在之前看官图的时候最在意的一点就是它表面的这个光泽度。肉眼去看的话带有定暗紫色的那种发色，参考或者说模仿昆虫外壳在阳光下那种反射效果，有点迷幻的那种渐变的感觉一定的光效下反射会更加强烈。造型设计上呢，还是像开始说的就是带有昆虫元素的这种人形特摄风格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外骨骼也好或者铠甲一样那种变身形式也好，整体呢还是一个比较魁梧的人形形象，全高18厘米，上手的这个大小包括重量，我觉得都是不错的。表面铠甲包括这种仿昆虫的装甲部分呢，一体性不错的。表面这个铠甲精细程度我也是非常喜欢，花纹的流畅性包括在这些沟壑中会做出那种旧画也好或者暗金色的勾线涂装，表面凸起的这些尖刺密密麻麻摸起来锐度也是很高的。当然这个在你把玩的时候注意尽量去抓着它没有那么多刺的地方。铠甲表面呢也并非是完全的光滑它带有一定的生物感，有点波折或者说褶皱的效果的。对着光线能看到一道一道的这个细节纹理，整体对于核膜线的抑制也还真的不错头部呢也有巨大的圆形凸起，就像异形的那个脑门一样。下方呢也有去模仿昆虫的口气伸出来的触须，里面的牙齿刻画精细程度还不错比较狰狞的这样一个效果。外观的这个完成度非常的高很不错，我就超喜欢这种造型。除此以外呢，在这个基础造型上还有进一步的外甲拓展。脑门这里工蚁一样的这个头壳磁吸结构箍在头上就可以了，会更多一些复杂造型。后背处能看到2个较大的孔洞，这个你可以直接插入尖角。额外呢也有一个触手或者说昆虫那个肢体，可以去替换左肩部分的这个尖刺。前胸附带一个胸甲的磁吸件这里要说它这个头也好前胸也好，内部这个磁铁虽然不是全封闭的但是能看到它做出了专属的线位以及类似于那种凹槽的造型。我个人觉得这个稳定性应该不错，就不会出现磁铁脱落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裆部小的尖尖对应吸附就好。前面这个裆部这个尖儿有点恶趣味但是连上之后其实一体性还是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外甲在经过拓展之后呢，个头明显会更大一圈，从玩法上还有造型搭配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掰一掰看一看这个可动部分的表现啊。本体的话还是先看这个关节紧实度啊，目前刚刚开箱没太掰，支撑性可以的。这个腿的话会略紧一些，然后就是这个头部啊，左右的幅度我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期待啊，但是实际这个掰起来还真的不错。这个向后的话啊不会很多，向前这个低头还是可以的。肩胛部分呢，这里也是有一个下拉的关节可以提供避让，手臂平举，肩膀这里也有一个蝴蝶关节，也做出了和本体一致的花纹。防穿帮大臂这个平转啊，曲肘，肘部同样啊，内部的这个效果和外壳也是一致的。腰腹部的话，我开始会以为这个肚子是完全一体的零件，实际你翻到背部可以看到它还是切了一个关节，会带有一定那种龙虾背的效果。幅度的话也都不错啊，而且掰到极限位置，在胯部这里不会有太大的缝隙。大腿根部下拉关节，侧摆，前踢，膝盖弯曲，脚踝部分前后，左右的话要平转整体关节，前脚掌上抬幅度。体验下来，它的这个防穿帮做得很不错啊，像膝盖呀、肘部啊、肩膀这些交接过渡的部分，内部依然有和外壳一样的造型以及涂装效果。然后是配件部分啊，先是8枚手型，除了握拳手以外啊，其他3对这个都是比较有张力的这种开掌啊或者爪子造型。虽然说是软胶的材质啊，但是这个手指锐度还是可以的。然后是2个替换的手臂，安装起来不难啊，把原有的这个手臂替换掉，插入你想要更换这个就可以了。这里呢，小臂和手腕啊，包括手部是一体结构，为了造型的一体性啊，它这里就没有什么可动空间。效果来讲，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啊。首先，它正常配置的这一枚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像红色透明件过渡的感觉。另外的这一枚，也就是这个手指很夸张，像蜈蚣一样，更加恐怖和猎奇一些。很重口味，就真的有一种那个外骨骼裂开，这个手指一根根崩开的那种动态的效果。当然，如果说啊，它这2个一左一右去搭配，可能能做更多夸张展示。然后是武器部分啊，一共3把刀，形象上都是比较夸张，带有生物质感的。涂装效果和这个本体包括那个配件都相似，主体呈暗紫色，边缘过渡的部分呢带有这种红色的发色。首先最规整的啊，我觉得最接近现实武器的，像一个打刀刃的部分有像戟一样凸起的这种小的尖刺，刀形这里就是这个护手部分啊，很强的生物质感。然后是最大的这把刀，主体造型呢与这个打刀相像，刀柄以及这个护手和之前这把一致，但是刃部呢有点像那个7支刀变化的一个效果。另外有一把短刃啊，同样的生物质感比较强。这作为一把短刃的话，你其实可以把它衔在头部这个口器内啊，摆出一个3刀流的造型。武器部分材质和本体的那个特效件不一样啊，并非是软胶结构，还是要小心把玩，以免折断。造型上呢，都具有很强的生物质感，而且有一定的动态效果。它这个刃部就像流起来、飘起来，就在抖动的那样，像海带一样啊，就是感觉它无时无刻都在动的效果。最后一层支架部分，一台就是小的圆形结构，结合着永字的这个 logo， 挺简约。支架的话也是纯黑色啊，4段可动的夹腰形式。哦，还有一个手套啊，那实际都掰完玩完了，这个手套我也就不再戴了。总结一下啊，目前刚刚拆箱完这个产品大货，我也是刚刚拿到就第一时间打开了啊。目前的感受上，先说2个我个人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背部这个尖刺啊，包括裆部的这个尖刺啊，零件比较小。它后背这个孔位啊，里面实际是一个类似于6边形，安装的时候尽量给它扭一扭，插到底，相对会更紧一点。目前我感觉这个稳定性啊、紧实程度还不错。当然，如果你在掰造型啊或者替换手臂的时候啊，还容易碰掉的。
拆卸之后，我再掰大幅度的动作，以免遗失。然后还是这个武器啊，精度很高，材质上呢相对易损，平时玩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损害到。整个配件配置方面，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丰富的，3把武器，2个替换手臂，还有呢最核心的，我觉得最有趣的玩法就是它一个轻装的造型和重装造型的切换，你可以依据你想要的不同的部件进行组合，形式就比较多了。安装上来讲没有什么难度，主要呢依靠磁吸，能看到它这个造型是参考了很多就特摄风啊，或者说那种怪物形象，有一些类似于异形啊或者阿巴拉那种影子，但是呢它不会有什么山寨感，这主要是得益于它自身外观比较优秀的这个设计，没有那种很多的色彩啊，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同时呢，也采用了有点接近于那个绳纹的效果，去丰富它外甲的外观造型。作为这个勇系列的第一款产品啊，我自己现在觉得这个鬼蚁的完成度超级高，很有诚意。我个人觉得它是能在同尺寸虫类特摄风中具有一席之地的。未来希望再去丰富一下它这个世界观，增添一些具体形象的设计，包括背景故事。未来也非常期待这个勇系列能够给玩家们带来怎样的不同的昆虫造型，是甲虫也好啊，带有翅膀那种飞蛾呀，或者蝴蝶也好啊，无论怎样，我自己还是非常希望它能保持住目前这种干练而且一体性很强的比较高级的这种外观设计。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